大家好，我是 Loot。之前我曾经制作过《勇者斗恶龙4》，简称 DQ4 的游戏影片。今天要来介绍的这款游戏，就是在 DQ4 第3章出现过的商人特鲁内克，以他为主角的一款动作 RPG。游戏名称是《特鲁内克大冒险2：不可思议的迷宫》。游戏目标是操作特鲁内克这位商人，勇闯各种类型的不可思议迷宫。迷宫是随机生成的，每次进入都很有挑战性。成功走出迷宫的话，就能带走战利品；反之则什么都得不到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。今天就让网友信哥通关给我们看看吧。故事是延续1代的剧情，时间点是特鲁内克在得到幸福之乡的半年后。某天有位神秘的老人到来，确认了特鲁内克带回来的幸福之乡后，和他的老婆妮妮说了奇怪的话。只有听到圣灵之声的人才能对抗邪恶的封印。说完这些话后就离开了。这时有位村民慌张地跑过来，他说通往王国的东边草原出现了怪物，而且草原也变成了不可思议迷宫的样子。带着众人的期盼，特鲁内克的冒险就这样展开了。第一个迷宫是让玩家熟悉玩法的训练关卡，目的是要找到通往下一层的楼梯。按下 A 键可以做出攻击动作，如果我方没有动作，敌人也不会动，所以可以利用原地攻击的方式，让敌人自己靠近。这个小技巧挺重要的，要好好利用。由于是 ARPG， 所以保有升级要素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只要离开迷宫，等级就会回到1级。于是像往常那种农等级练功的方式是行不通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游戏很困难的原因。随机地图再加上死亡时身上会被清空，其实是非常硬核的一款作品。在迷宫中也会有一些辅助道具，例如利用火焰草就可以做出喷火攻击，让特鲁内克的攻击手段不会局限于物理攻击，这也是这个游戏中特别有趣的地方。除了上下左右的方向，也可以做斜角移动。游戏很贴心的将按键分开，让玩家自己选择要用什么方式移动。在迷宫中移动时，特鲁内克是会饿肚子的。要是没有办法在饿到极限时吃点东西的话，就会和原版 DQ 系列的中毒效果一样，每走一步就会开始扣血，扣到最后 HP 归零就 GG 咯。不过药草可以增加一点饱足感，这个设定倒是挺写实的啊。由于特鲁内克是武器商人，大部分的武器和防具他都可以装备，尽量多收集些神兵利器吧。游戏提供了可以恢复 HP 的手段，但其实玩到最后，很多时候都是饿死的，所以这个方法只能稍微降低点难度，并不会有太多的优势。走到第3层迷宫后，下一个楼梯就是出口了。听完国王说的话后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因为家里的仓库坏了，所以打到的装备只能先卖掉，之后才能保留起来。而在右边的房间里有3本书，左边是给新手玩家看的，中间是管理仓库、买卖道具和存档的地方，右边则是和游戏相关的数据。当天晚上，有人在特鲁内克家门前大喊着有怪物。前往广场和右下方的银行家对话吧。
结果接下任务后，不知道为什么之前那位老人会从里面出来，连银行家都吓了一跳。接下来是第2关，豪宅的迷宫。这里的敌人开始变强了，幽灵的攻击力就蛮高的，要小心。特鲁内克可以利用箭矢做远距离攻击，只要捡到就可以直接使用，不需要攻。如果射到墙壁的话，还可以捡回来，算是蛮不错的设定。游戏中还有眷物的存在，因为特鲁内克并不会魔法，所以若是有了这些眷物，就等于会使用魔法了，十分方便。来到地下6层时，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，继续前进，看看是什么状况吧。结果发现这里有一只小恶魔，他已经知道特鲁内克的目的了，二话不说就攻过来，只要把它收拾掉喽。打赢后就能夺回银行家的金库了。将金库还给他，这里就会多一家银行喽。好不容易回到家，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。夜深了，门外有个铁匠在大喊着，而他提到的神圣火焰，有看过我的 DQ4 影片的观众，应该都会知道那是什么哦。一大早就看到隔壁开了一间银行，之后就能在这里进行存钱的动作了。前往王城和国王对话，听听国王的烦恼吧。接着和年轻铁匠对话。看来是实力不足啊，一下子就被打回来了，就让他瞧瞧世界第一的武器商人的能力吧。这里开始会出现魔法杖，就跟 DQ 系列一样，某些特定的武器都会有魔法效果，不过都有使用次数限制，就是要如何善用这些武器，就是攻略迷宫的重点了。有时候会捡到生命之草，效果和 DQ 系列的生命果实一样，能够提升 HP 的最大上限，尽可能的收集吧。这个迷宫只有魔法杖可以用来攻击敌人，并没有任何的物理武器或是盾牌，算是让玩家熟悉这些魔法杖的设计。饿到极限时，上面的状态栏会闪烁，这时就必须要吃东西了。真不愧是信哥，不到最后关头都不吃东西呀。在 DQ4 里面，这种敌人是会分裂的，而在本作中也完美重现了，真的是很忠于原作的一个游戏。在地下7楼，终于看到了神圣火焰。虽然不知道特鲁内克是怎么带走的，总之这个迷宫总算通关了。看到神圣火焰的年轻铁匠非常开心，决定要报答特鲁内克。想要拒绝还不行嘞，选择是之后，他就会把仓库的钥匙修好，之后就能使用了。回到温暖的家，又是充实的一天啊！
这时，有一位面包师傅遇到了困难。隔天早上，特鲁内克被通知仓库已经可以使用了，终于能够把捡到的装备收起来了。事实上，仓库仍需要花钱扩建，才能放进更多的物品。果然没有那么好的事啊！老婆还会很贴心的教你怎么使用仓库，真是位好太太啊！接着前往墓地去找那位面包师傅。原来这老头在找特鲁内克，真的太搞笑了！不是早就去过别人家里了吗？要进入这个迷宫的话，身上是不能带东西的，难度很明显的开始增加了。信哥把东西都卖光后，终于能进入这个迷宫了。这个迷宫和上一个迷宫有点类似，不过王城迷宫能捡到的是法杖，这边则是一堆草，主要是辅助作用的。这位面包师傅也会跟着进来，不过可以不用理他，他不会有事的，只需要专心前进就好。这个游戏也有力量种子，玩过 DQ 系列就知道的道具，能够暂时提升力量数值，非常有用。这个迷宫还能捡到地切草，能够提升 HP 最大上限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，一定要取得。不过信哥突然翻车了，只好用一个大面包换复活啦。这边信哥用了一个失明草，结果耗个几下步数，敌人就挂了。原来是毒草啊！而且还有经验值耶，太赞了吧！这个迷宫还有一种蚂蚁，它会召唤同伴出来攻击玩家，很麻烦，遇到时只能自求多福了。这个面包师傅干得好啊，竟然还会帮忙卡怪，太好笑了吧！蘑菇怪会使用特殊的毒性攻击，效果是让玩家的攻击力下降。不过要是对它使用解毒草的话，反而会有巨大的杀伤力。突然想到 DQ3 的最终头目，在 FC 版中一直对他放补血剂，反而对他来说是种伤害。用药草的话，最多可以打个255伤害。这种设定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就是这种毒气攻击会降低攻击力，不过可以透过解毒草来解除。这种蚂蚁还会破坏地形，真的是完全无视游戏规则的一种敌人啊！好不容易到了地下7楼，终于到了。自己生前不教制作方法，死了才把制作方法写在墓碑上，那是不是没来扫墓的地址就学不到了？这师傅心机超重的耶！结果儿子说老爸出事了，没错，老爸可是死过一次的哦。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啊！
结果隔天早上，国王似乎出事了。前往老人的家，得知要去火吹之山，所以下个迷宫就决定是这里了。已经可以购买魔法面包了，记得要买。准备完毕后，就前往火吹之山吧。这个迷宫有10层，难度又比之前的迷宫更为困难。迷宫中有所谓的暗区，就是玩家坐在房间之间的通路时，会看不到敌人目前的位置，说不定突然就在眼前出现。而且敌人的攻击力非常高，在一开始等级低时，很容易陷入危机，整体难度提升得非常明显。不过信哥还蛮欧的，没有带武器进来，结果捡到了一把铜剑。我总觉得来我频道投稿影片的观众，个个都是欧皇啊，卧虎藏龙。有了铜剑后就稳多了。这个迷宫会出现前作没有的壶，目前可以捡到的是回复之壶、保存之壶和火药之壶。保存之壶可以把面包放进去，避免腐烂。另外2个壶就是顾名思义了。这个迷宫开始出现陷阱了。地雷陷阱会让玩家的生命值减半，但是周遭的巴格若是有敌人的话，可以直接秒杀掉，必要时是可以好好利用的。结果信哥又吃了一次地雷陷阱，真的是太欧了啊！然后在地下4楼遇到笑脸钱袋，直接被干走902元，真的是太欧了啊！接着又吃了一次地雷陷阱，我的频道里面的投稿者果然全部都是欧皇啊！这个迷宫可以捡到吸引的卷物。只要使用它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一层的地面道具都吸过来哦。还有一个是防刺的卷物，地面上有时候会有针刺，只要使用它，在这一层就不会受到地面伤害了。也有机会捡到铁镐这个道具，这样特鲁内特也能地形破坏咯。这里还会遇到铁甲龟，由于它是2个回合才会攻击一次，所以只要善用走位，走一格打一下，就可以无伤打赢了。食人魔会蓄力，但也能破解。只要在它蓄力时走动1格，它的蓄力效果就会消失了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结果信哥又踩到地雷，哈哈！结果在地下9楼的时候，信哥竟然捡到了金属王之剑，干欧到不可思议啊！泥手是 DQ3 的怪物，在地下世界出现的，和原作一样，它也会互换石像怪，真的是非常还原耶。还有一个很机车的陷阱，那就是转移陷阱，会把你传送到这个迷宫中的任意处。不得不说，这制作组真的很会玩，玩弄玩家的玩。终于到最后的底层了，这里可以取得火焰的私语。国王竟然有办法到最底层，看来这国王也不是泛泛之辈啊！
那么下一个地点就决定是迷幻森林了。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，存钱竟然还有礼物，这银行家也太会做生意了吧！接着向迷幻森林出发吧。这里开始会有在迷宫内贩卖物品的魔物，老实花钱买就不会有事。如果要用偷的或是抢的，店主本身实力超强，三思而后行啊。还有一种陷阱，踩到后会降低飞来攻击力的毒箭。这边明明就是森林，妈的，搞得跟古代遗迹一样啊！还会出现捕兽夹，森林里面出现捕兽夹，这个倒是蛮合理的啦。此外，迷宫内还有一种地形，就像滑溜溜的冰块一样，站上去后就停不下来了。既然在森林里放这种地形，制作组也是脑洞大开啊！信哥看到有笑脸钱袋站在钱上面，要过去打他，结果被偷了更多。制作组真的太会玩了，果然是玩弄玩家的玩。结果因为信哥陷入危机，就先拖出迷宫了。后来他在楼梯旁边使用了吸引卷轴，被店主判定偷东西，妈的真的会笑死。信哥看来比制作组还会玩啊，这就是如何正大光明偷东西的玩法。干，一下子就追过来了嘞，这也太恐怖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很搞笑的陷阱，中招之后就看不清事物的原貌了，所有的道具看起来都变成花朵，看来制作组还是略胜一筹啊。连敌人都无法分清楚，系统会显示谁被打死了，真的很搞笑哎，这个。然后一进店门口就触发警报装置，直接在门口睡着。这店主防盗措施做得真好啊！这个迷宫还有会让玩家跳舞的魔物，只要中招后，你就会变成全场焦点，不是会没办法行动啊。然后信哥接着又中了混乱，真的是太欧了啊！这个游戏就是这样，中了异常状态就会很麻烦，再加上又有满复度的设定，真的是超难的。还有一种敌人是会分裂的雪人，很明显是在致敬 DQ4 第2章安丽娜参加斗技场比赛时的一个对手，不过那时必须要猜对一个本尊才行。这里则是会一直分裂，挺烦人的。好不容易到了最底层，听到一个声音，取得大树的叹息。而且也找到那位老人了，虽然他讲话有点不客气啦。好，
所以现在要去洛特，不对，是特洛伊基亚。这个迷宫会出现神父，神父可以帮玩家恢复 HP 和解毒，也可以解除诅咒和让玩家回到地面。在得到帮助时，还有一定几率可以得到面包。这神父也太赞了吧，根本是哆啦 A 梦啊！不过它的收费也不便宜，就是。还有，若是在 HP 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下回复，最大 HP 会加2，相当于地切草的效果哦。这边信哥超好笑，竟然被转移2次。看来是被当成大型垃圾了。这个迷宫超麻烦，一堆会转移玩家的敌人，还有落石陷阱和针刺、结冰地形，真的是超变态的一个游戏。利用水晶反弹补血，太聪明了吧！更叽歪的是，还有这种吸引魔物的装置，只要一踩到就送你一大堆。妈的，这是外送平台吗？还有一个叫做邪恶之狐的魔物，它会召唤其他的怪物，最好把它引到小路里面再打死。这边竟然还有日本综艺节目的恶搞陷阱，突然一个铁球就飞过来了。我以前有看过这种节目，艺人的反应都很夸张。不过后来想想，也可能是演出来的吧，那个还蛮好笑的。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？有看过的也可以分享一下感想哦。有钱就是大爷，果然给了钱就会给面包啊！根本没看到敌人，还是个单行道，直接就赏你一个混乱，有够不讲武德的。不过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总算是到最底层了。但这时有不好的事情正要发生。就算房子已经烧起来了，最重要的宝物还是要带出来，真是位好太太啊！
真的是太闪了，这游戏没戴墨镜玩是不行的啊！哎，突然有大地图画面了，这游戏怎么说变就变？然后去找老人，就可以进入最后的不可思议的迷宫了。这是本片最后一个迷宫，难度不用说，十分困难。总共有27层，之前出现过的东西都会有，得用最好的装备，还有最强的运气，才能通过这个迷宫的。有一种白纸卷轴很特别，可以在上面书写需要的效果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了。这边超好笑，怪物直接把信鸽传送到神父旁边，真是太暖心了呢。然后又再一次被传送到神父旁边，看来怪物们真的很担心信鸽的安危呢。到了地下7楼后，突然一个惊吓空间，敌人超多的，赶快使用卷轴，让他们都不能动。接着在楼梯旁边使用吸引卷轴，这样东西就都过来喽。连续2 hit 陷阱攻击，这制作组真的是不讲武德耶！在原作中，我记得不可思议的武道是会把我方的 MP 吸走，这边竟然变成等级下降，太狠了吧？是因为特鲁内克没有 MP 可以吸吗？只是想买个东西而已，结果竟然有10人香，妈的，店主你是故意的吧？谢谢你放怪物让我升级啊！这个男人太狠了，他又出手了。赶快捡一捡，好闪人啦！在平面上也会有隐藏的地洞，虽然会扣血，不过可以直接往下一层哦。这次信鸽又进化了，他直接用盗贼之斧偷东西。结果还是偷到不该偷的，看来店主有先见之明啊！后面的敌人更夸张了，连透明人都出现了，这个也太过分了吧！信鸽后来有撤退，他合成了正义算盘和巨人之盾，其中正义算盘在 DQ4 中是特鲁内克的专用武器，虽然攻击力不是很高，不过拿来当道具使用的话，可以让怪物消失，紧急状况下可以使用看看。这个道具叫做幸福戒指，和 DQ3 的幸运鞋的效果一样，每走一步就可以得到1点经验值。之前看过一个影片，有日本玩家利用 bug， 再搭配可以把角色吹走的巴西路拉皱纹，达到疯狂升级的效果，这还挺有趣的。看来信哥目前也是在享受疯狂升级的乐趣啊！这边又有一个新花招，污泥陷阱会把面包弄脏，这制作组真的很恶意耶！嗑掉腐烂的面包，结果直接混乱。原来这种被围起来的宝物，可以直接用盗贼之壶吸起来。还以为只能用吸引卷轴呢。
好不容易杀到地下21楼，又是这种惊吓房间啊！但是现在的信哥超狂，看到那个血条长度了吗？到了地下25楼，又是这种房间，而且 DQ4 的大眼光会一直放混乱，这真的很靠北。要是没有对抗混乱的对策，大概就到此为止了。看到没有，每回合都混乱，有够鸡掰的。原本以为信哥会找到楼梯，结果是摔下去的。这边有海量的敌人，是最后的考验了。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，背景音乐都是拿 DQ4 里面特鲁内克的大地图主题曲去改的。虽然曲子听起来不太一样，但确实有包含它的旋律。这已经是最后一战了，就让我们看信哥打完吧。全部打倒后就可以去上面了，然后看结局吧。
游戏本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其实它有追加的内容，有更不可思议的迷宫，以及小徽章的存在。小徽章和 DQ 系列一样，收集之后就能换取稀有的装备或是道具。其实信哥在特鲁内克家被烧掉的时候，后续剧情他有展示，不过我看了之后觉得有点冗长，而且要加进去的话好像也不太顺，就把这段删除掉了。还有这部影片加入人声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游戏很长，影片还被分成4个部分，每一部都差不多50分钟，所以我想以精华截取的方式来制作，不然节奏太差，我想你们都要睡着了。剧情部分我就还是放给你们看，算是把我旧影片风格搭配性感嗓音的效果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下。如果回响还不错，那我就可以考虑之后要是比较长的影片，就都用这种方式制作了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咯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信哥，下次影片见了，拜。